美国共和党有可能会切断对乌援助，特朗普有可能会救普京。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正在进行中的俄乌冲突，泽连斯基政府仍然没有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迹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与英国仍然在不断地向乌克兰输血，这是一场没有希望又无法结束的豪赌。但是，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很有可能控制参众两院，随后呢，就有可能切断对乌克兰的援助。这对俄罗斯来说可能是件大好事。美国防务1号网站称，如果美国国会控制权发生反转，认同美国优先的共和党立法者可能会破坏美国对乌克兰军队的支持。保守派的分析师预测，如果共和党在10月份的中期选举中重新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可能会枯竭。随着俄罗斯暂停其在乌克兰东部的进攻，开始重新调整和武装其前线部队，美国的右翼选民和立法者也开始反思，还需要为乌克兰提供多久的资金？美国是否继续武装乌克兰，可能取决于谁控制了政策和财力。今年5月份，美国国会以压倒多数的2党投票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40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和经济援助。只有57名共和党人在众院投票时反对该方案，而在参议院呢，则有11人投票反对。但是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投票还会重现这一局面。特朗普时期的政府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前主任拉斯沃特说，如果它发生在今天，我想会有100名共和党人反对它。乌克兰军队正在迅速地耗尽西方送来的弹药，胜利者可能是拥有最大库存的国家，可偏偏北约的军火库在与俄军的炮战中基本上消耗殆尽。共和党的核心小组的某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转向美国优先的观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将会变成由2党合作的推动，改为由民主党推动。一些共和党参议员批评政府向国外发送了如此多的资金，而不是专注于国内问题，包括通货膨胀和供应链短缺。如果下一个大额资金请求出现在2023年1月之后，结果可能真的不会再向乌克兰输血了。民意的调查显示，60%的共和党人反对向乌克兰派遣美军，而民主党人中呢，只有36%。超过4%的共和党人也对拜登政府迄今为止如何支持乌克兰持负面看法。共和党人不支持对外国政府的长期帮助，认为这些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其实，乌克兰的这种完全依赖西方输血的战争模式，必然会有枯竭的那一天。特朗普虽然可能会在2024年回归，但不等于不会提前干扰对乌援助。而一旦美国停止了军援，就会在西方国家之间形成示范效应。那么，泽连斯基政府就彻底失去了与俄军长期作战的基础。当然，共和党人的这种做法也等于让俄军不用再面对乌克兰战场长期鏖战的压力。俄罗斯未来有2种选择：一是加大进攻力度，逼着乌克兰签订城下之盟；另一种是让战场越打越冷，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让西方吞下战略失败的苦果。这个世界从来就不会有免费的午餐，留给泽连斯基政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